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开始早上的聚会，让我们以亲在现场一样的心态、一样的方式来无论是在家，无论是在哪一个角落，让我们用一个心灵与诚实敬拜他的一个态度、一个方式，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敬拜。我们一起低头来默祷。亲爱的主，感谢你在这严重的疫情当中，你仍然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借着这种科技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相信圣徒相通，主啊，让我们虽然是时空相隔两地，但是求你让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的诚实与敬拜都是连在一起的。求你保守今天早上的聚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上个星期我讲完道之后呢，有一位弟兄私下跟我说：“你今天咳嗽用手遮住了。”我后来想一想，回想一下，我说：“其实我不是在咳嗽，我是在清喉咙。但是一个人的习惯是很难改的。一般我们清喉咙都是捂住嘴来清喉咙嘛，因为有的时候讲一讲，比方说这样。”所以呢，希望今天我讲到的时候呢，我不要用手捂住嘴来清喉咙，而是可以学习一个健康的方式别过头来。我想在这段时间，求主帮助我们用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用一个健康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健康。这个礼拜的背诵经文是诗篇119篇28节，说：“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我觉得跟现在的情况特别的贴切。在诗篇119篇大卫当他描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一直昂扬的。有的时候他觉得上帝的话语很甜美，有的时候他沉醉在上帝的话语的那种情境当中。但是像这句话，他说当他的心因愁苦而消化的时候呢，他希望上帝的话可以建立他。在这个疫情当中，我觉得唯有我们好好的倚靠上帝的话语，好好的来研读上帝的话语，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因此呢，我们还是按照教会的讲道进度，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其实这些经文虽然没有直接的跟疫情有关系，但是每一次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都觉得每一段经文都是在对当下的你我来说话。上个星期我跟各位分享了耶稣在山中的平原上不管你是认为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是两篇讲章，或是同一篇讲章，但是总而言之呢，路加在那块平地上，他跟前来的群众，特别是针对门徒，讲到了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他勉励他的门徒可以选择做一个那个蒙福的人。然后接下来这段经文呢，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里有一个指示，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些连接词。所以换句话说呢，这段话呢是连接上一段的福跟祸的。耶稣讲完那段话之后呢，他又讲了这一段非常激进的话语。所以今天我取的题目是爱的激进呼召，因为这段经文对很多的信徒有的时候是挺尴尬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呢，上帝的话明明就摆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不回避，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诚实的面对神对每一个门徒的期许在哪里。好，首先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6章27到36节。有圣经的请打开这段圣经。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
这里连以礼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在这里呢，我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这一段经文它的前后呼应的结构。一开始，耶稣发出了非常激进的命令，这些命令之后呢，他举了29到31节，他举了一些例子，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的实践这些命令。然后在32节到34节，他告诉我们门徒的爱，由上帝而来的爱，是与众不同的爱，是超乎世界标准的爱。讲完了之后呢，他再一次的在35节呼应前面的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呢，他再次的举几个例子告诉你们，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爱仇敌。然后他说，如果你们做的话，就像在路加福音第6章前面所说的一样，你们赏赐是大的，因为要做至高者的儿子。最后在36节，他下了一个总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要效法天父的榜样。所以其实这些命令是非常的激进，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读的时候，我们私下就说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今天让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谁是你的仇敌？当耶稣说这段话讲给现场的人听的时候，对现场的人来说，这个仇敌的意义是什么呢？谁是他们的仇敌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6章22节可以看到耶稣勉励他们爱仇敌的时候的脉络是什么。因为在6章22节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所以我想换句话说，当耶稣接下来勉励这些人要爱、要祝福、不要咒诅的时候，要善待的时候呢，我想他特别是勉励这些人如何面对逼迫他们的人。当时很多的人，他们因着听了耶稣的道理，他们被犹太人赶出会堂，他们受到他们同胞的迫害，他们受到他们同胞的歧视、鄙弃。所以呢，在这种时候，耶稣提醒他们，他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这种人。所以这个脉络呢，是一个人为着信仰的缘故，如何的来爱那些恨他们的人。所以谁是你的仇敌？今天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首先，耶稣所发的命令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看到仇敌，我们都是恨得牙痒痒的。但是耶稣呢说，我们面对我们的仇敌要爱他。等一下，我们慢慢的来解释。第二个，他说恨你们的要待他好。修订本的和合本翻成善待，要善待他们。恨我们的，我们应该以恨来回报，我们应该以报仇来回报。但是呢，在这里呢，耶稣说恨你们的，你们要善待他们。第三个，他说咒诅你们的，你们要为他祝福。特别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当别人来咒诅的时候呢，耶稣说我们不要反咒诅回去，我们反而要发出祝福的话语。第四个，他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我想这4个命令是非常激进的命令，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命令。但是在这个脉络当中，特别是对今天在世界上很多的角落的在为信仰受逼迫的人呢，我觉得这段话特别的贴切。但是对我们今天在这些自由国家的人，其实这些经文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这个呢，每一个命令都是违逆着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面对仇敌，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面对恨我们的人，我们无法善待；我们面对那些咒诅的人，我们根本难以启齿说出祝福的话；面对那些侮辱我们的人，我们根本无法开口祷告。但是耶稣就是发出这样激进的命令，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的爱与世界的爱是不一样的爱，为什么身为他的门徒，我们要活出这样与众不同的爱。他说出了这些命令之后呢，他接下来举了一些例子。我想这些例子呢，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非基督徒用来嘲笑我们或者讽刺我们，但是你从信仰的脉络来看呢，其实那样的解释是不对的。那爱仇敌的实例，第一个就是我们都常常看到的，说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所以呢，我不晓得你们有碰到一些非基督徒说，嘿，既然你们就这样说，来，你把你的脸拿过来，我打你另外一边的脸。但是呢，这里这个意思呢，其实呢是根据犹太的历史传统记载呢，当时你如果信奉了基督，你会被逐出犹太人的会堂，然后被逐出会堂的时候呢，他们会打你的脸，来表示从此你是被弃绝的，从此你不属于这一个群体。所以被打脸是一个被赶出会堂的表示，是被逼迫的表示。在使徒行传当中，打这个字呢，也出现在很多的时候，特别是保罗，他为了福音的关系来被打。比方说，在使徒行传21章17节，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换句话说，先前罗马人没赶到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在痛打保罗，但是看罗马来了，其实这个是不行的。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呢，他们就止住不打保罗。另外这个更贴切，6章29节，在使徒行传23章2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公会就是犹太人的最高领袖阶层，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所以在这里非常的清楚，你可以看见，无论是从犹太人的脉络，从信仰的脉络来看呢，当耶稣说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由他打的时候呢，不是说要你把脸伸过去任凭人打，而是说在一个为信仰逼迫的脉络下，在一个为信仰逼迫的环境下，我们是甘愿忍受这样的一个侮辱的。所以它的真正的原因它的真正的内涵是在于说，耶稣的这句话的意思说，愿意因着信仰的缘故继续忍受迫害。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第二个，他说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其实犹太人一般他穿2件衣服，外衣就是一个外袍，里衣就像是一个衬衣一样。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外衣里衣全部拿去的话呢，你根本就是一个赤裸裸已经被剥光的人。所以呢，这里的意思同样的，它是连续着上一个命令。他说有人打你这边脸，你把另外一边的脸也打过去，也让别人打。他呢意思是说呢，愿意因着信仰受逼迫
而攻击或掠夺。我觉得，特别是在文革时的中国，或者是在今天很多的角落当中，还有很多的伊斯兰国家，很多的信徒，他们实质上就是面对这样的逼迫，其实甚至比这个逼迫还要严重。其实我们去读一些新闻的记载，你会知道很多的在中东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很多的人因着信仰付出非常非常严重的代价。有一个女孩子，她只是在电脑上，她表达了她对基督教信仰的兴趣，她写了一些诗，她的哥哥就把她的舌头割掉，把她杀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弟兄姐妹，耶稣的这些勉励，其实并不是荒谬的，而是他们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他们的确的是要受这样的逼迫，是受这样的破坏的。耶稣只是用了当时犹太人的例子，因为在律法当中，神规定说你不可以拿别人的礼衣做当头，所以这些都是犹太人熟悉的例子。所以同样的这两个例子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因着信仰受逼迫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我们甘愿。第四个说，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圣经上告诉我们，施比受更加的蒙福，这个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所说的。慷慨是爱的具体表现，所以这里耶稣说，如果有人跟你要东西，你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换句话说，这里呢不是说你让别人予取予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但我觉得这一句话最主要的精神在于说，我们为着福音，我们不求回偿，我们为着福音，有的时候我们是情愿吃亏的。我今天早上突然想到，我们有一句话说，我们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因着信仰，所以我们愿意吃亏的，我们愿意付出。我们付出不是因为我们要求回报，我们付出，然后呢，我们明明知道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呢根本就是在利用我们，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一个傻子。有些人觉得这些基督徒好笨，这些基督徒只是希望我们去信基督教来做这些事情，不是的。我们只是因为我们要学习天父的慈悲，所以我们愿意活出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我们愿意活出一个慷慨的生命，我们活出一个不求回偿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了那些命令之后呢，他举了一些对当时的人非常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要如何的来爱仇敌，我们如何的来善待那些恨我们的人，我们如何来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其实在圣经当中也给我们很多的榜样跟勉励，这些榜样跟勉励都是跟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是呼应的。最好的典范，我想也是给历世历代的受逼迫的信徒们一个好的典范，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司提反为着信仰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因为受到耶稣的启发，他也说出同样的话。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胸襟跟精神。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他是被一群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会咒诅这些人不得好死。我们会说，愿这些人永远一辈子倒霉下去，愿他们的下场跟我今天的下场一样。但是司提反他
效法基督的榜样。当他面对这些恨他的人、置他于死地的人的时候，他却说出这样伟大的话。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然后彼得勉励初代的信徒也是这么说。他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想彼得是非常熟悉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6章所说的那些话。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反而会承受天国的福气。我们效法，我们实践这些激进的命令，我们是一个受呼召的门徒。我们这么做是为此蒙召。既然我们是主的门徒，既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就要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同样的，保罗在罗马书12章19节、21节也是勉励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然后在21节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想21节特别是总结了路加福音第6章这里所说的：当我们忤逆着我们自己的那个本能反应，做出那些超乎意料的那些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决定我们不要为恶所胜，我们要以善胜恶。所以在圣经当中，众圣徒以及耶稣基督给我们了榜样，给我们了勉励，让我们活出爱的激进的呼召，爱的这些激进的这些命令。所以现在我想要来跟各位分享，这些命令到底可行吗？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做得到？我觉得接下来这句话就是点出了这个命令的可行性。我们如果只读前面，我们会对自己说：“我做不到。”但是这节经文一般在英文当中称为金科玉律的这节经文，点出了这个命令的可行性。这个命令为什么可行呢？重点在这里，在6章31节讲完这些命令，讲完这些如何实践命令的例子之后呢，耶稣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换句话说，你会恨你自己吗？换句话说，你会恨你自己吗？换句话说，你会仇视自己吗？换句话说，你会咒诅自己吗？换句话说，你会侮辱自己吗？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将心比心，你也不要把这些态度放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它是一个互相的，而不是一个人单单的站在你面前要求这些，而是我们都彼此为互相着想，体谅别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按照这里的金科玉律，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怎样待人的话，上面的命令当然是可行的。如果我们彼此体谅，我们如果彼此都以爱人如己的这种方式来做的话呢，其实这些命令是可行的，这些命令一点都不荒谬。你想想看，你怎么样喜欢别人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你自己怎么善待自己，你就要如何的善待人。美国小说家欧亨利有一个短篇小说，我想有些人可能也读过，也知道这个故事，它叫做《东方博士的礼物》。虽然这个故事比较适合在圣诞节讲，但是它里面的那个精神，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我们在这里思想这段经文。在小说当中，他描述有一对夫妇，他们的钱不多，但是到了圣诞节呢，他们两个人都希望给对方买一个礼物，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做太太的她有一头的长发，所以呢，她决定去把她剪了她的长发，把她头发卖的钱
去帮先生的怀表啊，以前的表是可以挂在身上的，所以呢，因为他的先生那个表没有链子，所以呢，他就卖了他的头发去帮他的先生买了一个链子。然后呢，这个先生呢，他说我可以给太太买什么呢？我想大家也猜到下面了。这个先生想到他太太那一头乌溜溜的长发，所以他决定买一个很漂亮的梳子给他的太太。所以圣诞夜那一天，当他们交换礼物的时候，一打开来，当然是非常的惊讶，然后彼此都告诉对方说，是如何的牺牲自己而买到了这个礼物。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为彼此着想的时候，那个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也怎样待人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上面的命令都是可行的，只是我们实际实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面对很多伦理上的难题。所以我跟各位思想一些几点，我没有时间仔细的讲，我只是提出来跟各位一起思考。在伦理上，我们实际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其实在基督徒当中有战争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他们根据这段经文，他们说我们是不能抵抗的。所以呢，在基督教当中有一些宗派，他们是反战的，他们甚至是反对他们的会友去从军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门诺会 （Mennonite）。今天你如果去宾州，如果去加拿大的一些安大略的一些地方呢，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像阿美什一样，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们最保守的呢，到现在都还不开车，就是用马车，他们到他们自己聚会的地方。这些人呢，他们活在一个自己的群体当中。那这些门诺会的人呢，他们呢，就是因为要逃避躲避战争，他们躲避不是因为怕死，他们觉得圣经的命令是要让他们不可以拿起武器的。但是在基督教当中，也有人觉得说，有一些战争呢，它是正义的战争，有些战争呢是非打不可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会面对一个伦理上的不同的立场。你觉得有一些战争是正义的吗？还是你觉得我就是非战主义，所有的战争都是不可以打的？我觉得没有一个绝对的立场。有一天，我们自己对上帝交代我们在神面前的领受。不论你觉得有些战争是正义的，不论你觉得什么战都不能打，我们不可抵抗，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要面对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跟金牧师、金师母，那个时候金牧师还在他的专业工作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讲到法国的神父去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那里去宣教。然后在宣教后来呢，这个电影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印第安部落，他们接受了福音，因为他们实践这里的非战的这个原则，所以整个的部落就这么消失了。所以看完了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都非常的震惊，我们的心都非常的沉重。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彼此讨论，我们做得到这一点吗？我们愿意承受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当我们实践在我们生活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同的立场。这些跟绝对的真理无关，但是就是战或不战，都是看我们自己对这段经文的领受。第二个，当耶稣说有人打你的这边脸，你把另外一边脸也让别人打的时候，我个人觉得
我们不能姑息种族主义，我们不能说别人歧视我们，别人用一些不好听的话骂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就说好啊，你继续骂，你继续骂，来，继续骂。我觉得我个人的态度是我不会姑息这种种族主义的。当我严正的出来纠正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不觉得我触犯了耶稣所说的那个，因为这个跟信仰无关。当然了，你也可以持不同的态度。或许有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民主国家，我们有这个自由这么做。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要看我们的处境，然后看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我觉得我们要灵活运用这些原则，而不是字面上的，甚至来姑息种族主义。至少在这个国家，我们有这个自由的权利可以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对一些这种不正确的态度，我们要发出正义的声音。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上帝也是一位公义的神。另外，如何有智慧的施予，我想也是一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如何做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给予者。比方说，你碰到一个跟你要钱的人，你会怎么做？有人是只要有人跟他开口要钱，比方说在街上，他一定会给的。那我自己呢，我觉得我不是每一次都会，我觉得看情况，因为有的时候在某些地方，你会或者你凭你的本能，你觉得那些人拿了钱，他不是真正的贫穷，而是他用这些钱去满足他的一些嗜好的。特别是在一些大都会当中，你看到一些年轻人来跟你要钱的时候，或者是其实在我们教会的外面，有的时候或者我们晚间崇拜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时的会碰到有人来跟我们要钱。那我们的做法呢是，他们通常呢不是要钱，他们说他们家小孩没有奶粉了，有人说他们的车没有油了，有人说呢这个孩子需要尿布。那这个黄长老他非常的有智慧，后来我们决定他们说的时候呢，黄长老说好，我现在带你去买。你如果缺尿布，我带你去买尿布；你缺奶粉，我带你去买奶粉。但是呢，就是不给钱。所以真正需要的人，他们真的是会跟着你去。但是呢，通常那些想要利用的人呢，他们就知难而退了。我想，如何有智慧的给予，也是跟前面不冲突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是保护这个教会；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是保护一个群体。那我自己我不给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按时的给一个专门照顾穷人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奉献，我有在关心他们。我不要在这些在街上要钱的人给他们钱的这件事上表现我的慷慨，表现神的怜悯。我借着另外的方式来学习如何做一个慷慨的人，学习如何做一个关心有需要的人。但是无论怎么做，我觉得一个基本的心态是一样的，就是情愿付出，不求回报。我觉得特别在这里我要谢谢这个教会做访学、做学生事工的人，他们真的是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回报。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惊喜的回报，但是我们不是因为回报我们愿意付出，而是我们愿意实践耶稣基督在这里的命令，说有人求你就给，特别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甘心的付出，虽然有的时候灰心，有的时候沮丧，但是我相信做这些事工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想也不是今天有时间讲的，就是我们要学习饶恕。
饶恕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在这个饶恕的当中呢，它牵扯到很多的原因，比方说我们如何的正确的记忆，正确的记住我们的冤屈，正确的忘却我们心中的苦毒。但是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我只是点到为止。在这里呢，我只是提了一些实际的例子，就是当我们在伦理上实际运用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圣徒相通的圈子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如果不牵涉到真理的绝对性，我觉得我们可以是兼容并蓄的。然后呢，我们基本的态度都是情愿付出，不求回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宽恕。接下来我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有些人如何的真正的来做，来实践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说的话。你如果上网呢，这个上面是这个网址，在美国有一个军队里的牧师，他呢也曾经去伊拉克1年，跟着军队当中做那里的军队的牧师。他回来之后呢，他就有一个感动，他觉得说，那些凌辱你们的人，你们要为他祷告；那些恨你们的人，你们要爱他。那我们要如何的实践呢？面对这些恐怖分子，我们要如何的面对这些恐怖分子呢？媒体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仇视、敌对，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然反对这种行为，我们当然谴责他们的这些恐怖攻击。但是在谴责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因此，这位军牧呢，他就成立了一个网站，叫做 Adopt a Terrorist for Prayer， 就是 AFTP 的这个简写。他在这个网站呢，他就呼召大家来认领一个恐怖分子，然后呢，你为这个恐怖分子祷告。而且这个恐怖分子他不是抽象的，在他的网站当中呢，有一个 gallery， 是在这个 FBI 联邦政府当中所列出的恐怖分子的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是具有面孔的。所以呢，他把这些人呢就列在这里，他让这些愿意来为他祷告的人认养一个，就像我们捐钱，我们认养一个小孩子，或者认养一个机构，诸如此类的。但是在这里呢，他就效法耶稣基督那里那个激进的命令，他呢呼吁大家来认养一个恐怖分子，在其中找一个，然后呢，你为他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祷告的力量，如果你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那虽然我们会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我们要学习这样的态度。我们为那些恨我们的人、杀戮我们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当然，这个军牧成立了这个网站，遭受很多的批评，也是意料中事。因为像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忤逆着我们的本性来做。但是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在效法天父的慈悲。而且当我们做的时候，很多时候说基督教是一个弱者的宗教，特别是尼采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他特别是从耶稣的登山宝训下这个结论说，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懦弱的表现。但是弟兄姐妹，其实不是的。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手中有一个强大的武器。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有一本名著叫做《悲惨世界》，我想很多人至少看过电影，或者是看过百老汇的舞台音乐剧。因为这本书它的原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厚，但是我真的有朋友把它全部读完，我还在努力当中。我看一些我需要看的一些段落，但是我没有全看完。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鼓励你去看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呢，基本上就把这个重要的情节都演出来了。在这个悲惨世界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他发挥恩典的时候呢，这个恩典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在悲惨世界当中，男主角他从监狱出来，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收留他，最后呢，他走投无路，所以呢，他最后被一个神父收留。这个神父呢，不仅收留了他，而且呢，招待他吃饭。不仅是招待他吃饭，而且把家里面最好的银器都摆了出来。所以他家中的那个女仆呢，非常的不以为然。你这一个有前科的人，你招待他吃饭就罢了，你为什么要把款待上宾的这些银器、银做的蜡烛都拿出来呢？但是神父就是这样，把最好的食物、把最好的餐具都拿出来，招待了这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人。他狼吞虎咽吃完了饭去睡觉。当他睡觉的时候，他心中想到了外面的那些银质的餐具，他的贪心的欲念又起来了。所以呢，他就偷偷摸摸的把这些餐具全部包在一起，就溜走了。溜走了，很快就被警察发现。警察知道他在神父家过夜，所以就把他抓了回来。但是抓了回来的时候呢，神父一看到他进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啊，你回来了，我是在等你回来，因为你忘记带了另外一个东西，我本来还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的。”警察也愣在那里。警察本来是要举报说：“你看，这个偷你东西的人来了。”但是这个神父说：“哎，其实呢，这个桌上的这一对银烛台呢，我也打算送给你，来，这个你也要拿去。”所以警察看到这个情况呢，说：“哦，原来他不是偷的。”神父说：“不是偷的，是我送他的。”警察走了，这个主人公他待在那里，然后神父讲了下面的这段话，我觉得非常的激励，也是我们可以劝人。他说，当神父在警察走了之后呢，他对这个男主角他说：“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你向我做的保证，我的兄弟，你不再属于恶的一方，而属于善的一方了。我买下了你的灵魂，我把你的灵魂从邪恶的念头和沉沦的思想中赎回后，交给上帝了。”然后呢，他就让这个有前科的人呢，带着这些银器离开了。然后这个人他离开了之后呢，他觉得冲击太大了，所以我必须引述这个小说当中的2段话，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恩典的火力是如何打破恶的心防、恶的堡垒。所以呢，当这个主角呢，当他呢拿这些银器呢走出去之后呢，小说中说，这话萦绕在他的脑际，他以傲气对抗这种上天的宽宥，而傲气在人身上好似恶的堡垒。他隐约感觉到那个主教的宽恕是最强大的攻势，最猛烈的冲击，给予他极大的震撼。如果他顶住了这种宽恕，那么他就会顽劣到底，至死不悟了。如果他退让了，那么他就必须放弃仇恨，放弃多年来别人的行为在他心中觊觎的，他也自鸣得意的仇恨。这一战非胜即败，这是一场大决战，在他的凶恶和他人的仁慈之间展开。神父的这个行动冲击太大了，所以以至于在他的心中引起了一场征战。这个征战是他要放弃他原先的仇恨，还是他要好好的继续的守住他的仇恨不放？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我们同样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是要放弃我们心中的仇恨，我们还是甘愿的让这些仇恨留在我们的心中，紧守着不放？
这是一场极大的战争，但是他终于胜过了他心中的这个想法。接下来这段小说的记载非常的感动。这个时候他描述这位主人公说，保持以往的正直已经不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实出现，且令他信服了。一个新天新地在他心里展现，受恩图报，为人忠诚，仁慈宽厚，出于怜悯而违犯严纪，接受不同的人，不再一棒子把人打死，不再把人打入地狱，法律的眼睛也可能流下一滴眼泪。一种莫名的上帝正义，恰好与人的正义背道而驰。弟兄姐妹，当我们运用恩典，当我们实践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6章这段经文所说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我们其实是发挥强大恩典火力的人。我想各位应该还记得1991年在爱荷华大学发生的卢刚枪杀事件。他因为对学校不满，对同学不满，他开枪杀死了很多人，其中他也把爱荷华大学的副校长 Ann Clary 打死了。但是 Ann Clary 的3个弟弟在丧礼的那天，他们特别的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家人。下面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在 YouTube 上有一个节目叫做因信说话，你可以用这个连接去看。这个女校长的3个弟弟们呢，他们非但没有仇恨，而是呢，他们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家人，安慰卢刚的家人，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的父母是在中国的宣教士，所以这些兄弟姐妹都是在中国出生的。所以呢，这封信呢，他是写给卢刚的家人。他说，我们的姐姐相信爱跟宽恕，所以他也一定希望我们愿意这么做。那当时学生会会长就是华歆牧师，所以呢，你去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华歆牧师接受采访，他讲述当时的情形。当他看到这封信，当他看到这3个兄弟所表达的这种基督的情怀的时候呢，他所受的震撼非常非常的大。虽然他没有立时成为基督徒，但是华牧师说那一天是他人生的转折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这些经文，我们不要说这些不可行，我们不要说这些是懦弱的表现，错了。弟兄姐妹，这些是恩典的火力。与其用仇恨，我们要用爱；与其我们恶待人，我们愿意去善待人；与其咒诅人，我们愿意祝福人；与其侮辱人，我们愿意发出祷告。我想前面的那个故事，前面的那个实际的例子，都告诉我们恩典的火力是何等的强大。这个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爱，所以耶稣在31节到32节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如果只爱那些爱你的人，这些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罪人也是可以做得到。我举几个例子。弟兄姐妹，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这些盖世太保，他们白天他们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他们把一批一批的犹太人送到瓦斯房中，毒死他们，烧或者是送到他们一个地方，把他们全部烧死。但是呢，这些把一批一批大批的犹太人杀害的这些盖世太保的警察，他晚上回家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好父母，在他的太太，在他的孩子眼中，他是一个慈父。然后回家之后呢，先生你回来了，爸爸你回来了，在这些孩子的眼中，他是一个好父亲，他善待他的妻子，他善待他的子女，
但是他不能善待那些他所仇恨的人。所以我们如果也只善待跟我们喜欢的人，耶稣的意思说，我们跟这些人有什么差别呢？那些帮派分子，同样的，出去打仗的时候，出去纠纷的时候，杀起人来不眨眼。黑手党也是一样，曾经黑手党在纽约风光一时，不得了，他们在外面吓死人了。通常他会警告你，他把一只死的鸡摆在你家门口，告诉你你有祸了。但是这些黑手党，他们善待自己的家人，他们甚至善待自己的社区。在纽约很多的小社区，他们非常爱这些黑手党的人，因为这些黑手党的老大回到这些社区的之后呢，做很多的好事帮助他们。但是如果这些人都这么做的话，那这个爱有什么差别呢？耶稣说，我们如果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所以我们的爱要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爱，就像那位副校长的3个弟弟所做的，就像悲惨世界当中那位神父所做的。我们要活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爱。我们最终的典范其实就是这段经文的结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愿意效法，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要效法天父一样，有他的慈悲与怜悯。爱可爱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要再提醒各位一次，爱跟喜欢是不一样的。爱不等于喜欢。如果你只爱那些你喜欢的，那其实你的范围很小，因为我们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情太多了。爱不等于喜欢，爱是实践耶稣在这段经文所说的。我自己在服事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台湾，我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来跟我倾吐一些家里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听的那些事情，真的是会让你瞠目结舌的。你有没有想说，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原来他私底下是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听了这些事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会想说，我下个星期天我要用如何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人呢？因为单单看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我实在是厌恶极了。但是我想到，我如果不小心，我也很可能做出这些事情。我如果没有在神面前警醒，我也会可能做出一些让别人下巴都掉下来的事情。当我想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对那个人其实不再是厌恶，而真的是怜悯。因为我知道他做这件事情背后有很多的原因，有很多的成因。不愉快的童年，压抑的童年，不健康的观念，但是呢，一直没有好好的疏导，一直没有正视自己的负面的情绪，以至于累积到今天，然后呢，这些累积的情绪发出了这些行动。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下个星期天我碰到这些人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心中只有怜悯，我的心中只有靠着上帝所发出的爱来真实的跟他打招呼，真实的来对待他。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在疫情当下，我们要特别的来发挥这个与众不同的爱。我们不是只顾自己，我们不是只顾自己喜欢的，而是照顾那些其实你不太想帮的人，或者是说你不知道的人。因为我们要慈悲，像我们的父慈悲一样。
因为圣经上说他也恩待那些忘恩的。所以在这个严重的疫情当中，我觉得这段经文跟我们非常的有关系，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活出与众不同的爱，效法我们的天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出听到耶稣的话的反应，说此话甚难。主啊，这段经文这些命令真的是忤逆着我们的本能反应，但是你知道，唯有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才是发挥恩典的火力。当这个世界发出仇恨，我们要发出爱；当这个世界发出恶，我们要善待；当这个世界发出咒诅，我们要祝福；当这个世界侮辱，我们倒是愿意要来祝福他们。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这段时间，让我们愿意来实践这段经文，活出这些激进的呼召，活出这些激进的命令。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的，我想感谢主，让我们今天顺利吗？谢谢阿东，谢谢 Sam， 我们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帮手，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同工，因为他们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线上崇拜，让我们可以一起虽然是相隔两地，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也再一次的温馨提醒当疫情严重的时候，特别是各位长辈们，特别是那些身体软弱的抵抗力弱的人，请你们特别要小心，请你们特别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们好好的保守自己那另外一个也再次的提醒，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学习如何纪念神家里的需要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奉献寄到教会的信箱来纪念主的家，来照顾主的家。谢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特别是在现实之下，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中文的线上直播崇拜到此结束。